一段感情，如果你放不下、离不开，这其实是一种创伤预警，你一定要注意了。最近有很多姐妹私信我，几乎都是同样的问题。我知道这个男人对我不好，我也知道我们不合适，但是我就是放不下，我就离不开。这期视频不管你正在遭遇还是没有遭遇，你都一定要点赞收藏，因为这一期视频会对你的心灵成长带来很大的帮助。一段健康的感情，一定是我们彼此自带安全感进入，发现对方跟自己不匹配的时候，可以痛快离开。而病态的感情是很难获得安全感，并且从容地退出这一场扮演游戏，从而让自己不断的内耗。如果我们对一个人心神不宁，每时每刻都在关注他，都在想他，甚至愿意去为他牺牲自己的生活，甚至我知道他问题很大，我知道他不合适我，但我无法停止思念他，我总是在关注他，这样的状态不是所谓的深爱，这只是潜意识的一种执念。所以就会出现一种心理，我再也遇不上让我心动的人了，我再也爱不上其他人了，然后你会感受到无力，生活好像一切都没有了意义。只有收到他消息的时候，你才会感受到狂喜，反复的拉扯。你的爱情就好像烟花，总是热烈、短暂、孤独、绝望。这个时候表示你的创伤警报已经被激活，这不是爱的信号，而是证明你的问题已经开始出现了。所以我说，很多情感问题其实是心理问题，它表明你不能进入一种自我疏解的状态，或者这一段关系的存在，它对你不是安抚性的。当你忽视创伤预警，你就很容易进入到一段让你受伤的关系，从而变得内耗。今天我从心理学的角度跟大家聊一聊，创伤是如何影响亲密关系的。因为你背负着童年被忽视、被冷漠的无助和绝望，所有的一切都在告诉你，你不可能拥有一段长期的稳定的关系，所有人都会注定离你而去。就像心理学著名的吊桥效应，当一个可能会伤害你的人出现在你的生活中，人们会把遇到危险时心跳加速的感觉误认为是心动的感觉。过于熟悉的一切激活了你的创伤预警系统，你茶不思饭不想，过分地观察他的一举一动，揣摩着他对你的看法，你以为这是爱。你无法忍受不确定性，你对关系当中另一半情绪的变化无比的敏感。他们说你想多了，你是焦虑型依恋，你也会恨自己的控制欲。但你知道吗？人类最深沉的恐惧是未知。分离的创伤不是一个人的离开，它带走了你们共同的时光，带走了你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体验到的我是谁。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像从高空摔下的镜子，破碎了，就像日本的一部悬疑电影《绝教》里面的女主，从小就被妈妈忽视冷漠，她一直都觉得自己像被困在鱼缸里的一只鱼。每一个男人出现在她的生命当中，她对生活就有了新的期待，她终于感受到了我是谁。但每一个男人的离开又会让她成为鱼缸里的那一只鱼。所以每一个在爱情当中执着的女人都应该被看见她们的内心深处，因为她们执着的不是某一个人、某一段感情，而是人生的意义。所以她怎么可能会轻易地控制自己不执着？就算她知道这个男人不是适合她的人，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会受到伤害，但伤害不是没有意义的，伤害是对自我心灵的一次雕塑。爱情是没有固定的形状和对错的，你的爱永远等待着你的雕刻，你终将会治愈你自己。